先說一句很現實的話，很多人不是討厭工作本身，是討厭工作把人變得像沒有靈魂的載體。你有沒有這種感覺？每天明明是活着，卻越來越懷疑，我現在做的這些事真的跟我的人生有關係嗎？還是我只是被社會推着跑，跑到最後連方向都不是我自己選的？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最弔詭的是，這種清醒感不是負面，它反而是靈性變高時出現的最早、最微小但最致命的信號。不是那種要頓悟、要開悟、要飛天的玄玄感覺，而是某一天你只是坐在人群裡或坐在電腦前滑着滑鼠，突然彈出一句：我怎麼感覺我不是在活人生，我是在用生命換錢。注意哦，這句話一旦在腦裡冒出來，基本上就收不回去了。它就像一台開放了權限的內心攝影機，從那一天起，你會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那些以前你覺得很合理、很正常，大家都這樣嘛，社會就是這樣嘛的行為，突然变得很荒謬，甚至有一點冷血。而那個瞬間，就是第一層真相出現的地方。靈性越高的人，不是不能工作，是突然看穿工作其實是能量交換，不是賣時間，是賣注意力、專注力、情緒、生命電力。你把這些能量灌給一個系統，換一點錢回來，再用這些錢去付生活費用，聽起來是不是合理？但當靈性高度開始提升，你突然發現它其實只是一個循環，沒有意義，沒有靈魂，只有維持。而且你會發現一個很殘酷的關聯：人類只要意識不允許站高，系統就能繼續穩穩運作，因為只要你不問問題，你就會乖乖投入，繼續運轉。但是當一個人開始靈性覺醒，他最先質疑的不是人生哲學，是非常現實的這一句：是誰在定義什麼叫成功？你很快會發現，不是你自己，不是你父母，不是老師，不是老闆，那是社會敘事。而社会敘事的目的根本不是讓你幸福，是讓經濟機器維持穩定。台灣這幾年，很多人突然看懂這一層，不是因為某個老師講了多高深的理論，而是因為大家都在現實生活裡直接撞到那個空洞。為什麼我這麼努力，心卻越來越累？而這個問題就是通往第二層真相的入口，也就是下一步。當一個人開始不再被錢嚇到，不再被數字綁架時，世界觀會瞬間翻面。而當一個人開始看到工作只是能量交換之後，第二個更顛覆的疑問會跑出來：那我到底為什麼這麼怕沒錢？你認真想一下，這種焦慮到底是現實還是別人給你的預設？大部分時候根本不是現實，是你從小被教育出來的恐懼模板。我們被灌輸一種邏輯：沒有錢就會失敗，失敗就會被看不起，被看不起人生就毀了。可是你有沒有發现一個很弔詭的現象？那些真正活得自在、看起來很輕盈的人，往往不是最有錢的人，反而是看得懂錢只是工具的人。換句話說，金錢焦慮很多時候不是缺錢，是被塑造成害怕缺錢。台灣這幾年有一個很明顯的集體變化，比起過去那種拼命向上爬，一定要年薪破100萬，一定要買房才算成功的價值觀，越來越多人慢慢開始意識到，生活質量不是由錢堆出來的，是由覺知堆出來的。以前大家会覺得沒有房子、沒有車、沒有資產就是失敗，可是問題來了，有房、有車、有資產的人有多少是開心的？有多少是真正活過？有多少在退休的那一天會說一句我這一生值得？多數人靜下來想是不敢回答的。而靈性開始提升，就是從敢誠實面對真實需求這一刻開始。你看，吃飽睡得安穩，關係簡單，身體健康，心安理得，是不是就已經構成一個很好的生活？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其實沒那麼多，但社會為了讓消費循環繼續運轉，必須讓你以為自己需要很多。推動這件事的不是現實，是敘事。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一靈性升高，最先斷開的不是慾望，而是慾望的幻象。很多台灣人最近都在經歷一種狀態，不是突然變懶，是突然看懂，追數字沒有意義，追更多，再更多，再多一點，並不會讓人生更圓滿。而當你看到這一層，你的心裡會冒出第三個更恐怖的問題：
這個問題真的很震撼。如果錢不是目的，那我為什麼每天要把自己的時間交給別人決定？到這一步，靈性不再是哲學，它開始撞擊制度本身。第三層就是工作結構根本不是自由，是文明偽裝下的精神拘束。這是下一段我們要進入的地方，而這一段才是最讓人背脊發涼的關鍵。因為當你看懂它，你就會理解，不是你不想工作，是你開始意識到自己被放在哪裡。這第三層一旦講穿，會讓很多人背脊發涼，因為它不是玄學，不是哲學，不是形而上，它是制度層的現實結構。一句話概括，現代社會的工作形態本質上不是自由，是標準化的精神拘束。想一下，為什麼人類這一輩子最有能量、最有想法、最有創造力的時段必須交給別人決定？你有沒有發現，你一天最有精神的8小時不屬於你，屬於公司，屬於制度，屬於一個你連核心動機都不一定認同的系統。你可以晚點睡，可以休假，可以周末耍廢，可以上健身房，可以旅行，但你沒有辦法直接把最核心、最犀利、最高能的那段生命經歷拿回来。不行，因為那一塊早被工作結構預定了。上班打卡表面是效率管理，但底層意義其實是能量的圈養。你被要求幾點出現，什麼時候休息，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開會，什麼時候表現積極，什麼時候不能講真話。所以有些人說上班像坐牢，錯，坐牢至少有人明確告訴你你在坐牢。上班更高等級是你以為你自由，但其實你被編程。而靈性提升的人最先覺醒的就是這句特別刺耳的現實：自由不是你什麼時候下班，自由是你什麼時候可以自由決定你的人生方向。大部分人并不是不喜歡動腦，也不是懶，而是他們討厭被要求把腦袋用在不是自己的人身上。這不是情緒化，這是非常邏輯的痛點。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更恐怖的細節？很多人一退休，整個人直接瓦解，不是因為年紀，是因為他的人格從來沒有獨立過。他一離開職位就不知道自己是誰，因為他一輩子都只是履歷上的稱呼，不是一個有內在世界的人。而靈性升高的人就是先從這裡清醒，不是逃避現實，是懂得區分，我此刻是在創造我的人生，還是在執行別人的人生。台灣最近越來越多人開始有這種覺醒，為什麼？因為很多人發現，我用盡全力走的路，最後竟然不是通往自己。那種瞬間會讓人突然對工作非常無感，不是沒能力，是知道那條路根本不是為我設計。而這個清醒會直接引出第4層，也就是接下來這一個最尖銳的問題：現代工作的價值觀和靈魂的價值觀是對撞的。第4層真相，很多人一聽會猛然吸一口氣，因為這一層不是哲學，是情緒體感，是每天活在系統裡的那種微微刺痛，一句話就能講穿。現代工作的價值觀跟靈魂真正的價值觀是完全對撞的。職場要什麼？效率、績效、服從、KPI、數字、轉化率、利潤，這些東西哪一個跟靈魂想活的樣子相符？靈魂要什麼？真實、自由、創造、意義、愛、連結、覺知、成長。你看這2個價值觀一比對，立刻全是反方向。難怪很多台灣人最近會突然出現一種莫名的內心酸楚，不是想擺爛，是心裡突然發現，我明明還在動，可是我不是在前進，我是在被推着跑。你有没有體驗過這種感受？你原本想講一句真心話，卻在會議裡改成中性表達。你明明知道一個決定不適合，但為了不惹麻煩，你點頭。你有更好的解決方案，但你看着氣憤，你閉嘴。不是你不會，是你知道，一旦你講真話，你就會被系統標記成麻煩的、不聽話的、難管理的。於是那些最聰明、最敏銳、最會思考的人，反而在職場裡變成最寂寞的少數，因為他們感受得到那種靈魂上的摩擦，不是外在撞牆，是內在被磨平。這就是為什麼靈性越高的人會突然覺得工作變得異常空洞，不是能力不匹配，是價值觀不匹配。講難聽一點，一個明明想創造一個有血有肉、有溫度、有連結的人生的靈魂，卻被要求把自己變成一顆有效率的零件。你覺得這個靈魂能不痛嗎？所以
那種越聰明的人越不想被傳統工作框住的現象，不是潮流，是內在邏輯。因為靈魂深處知道，如果我把一輩子都壓在一個不是我內心認同的結構裡，我到最後會後悔。而這一層清醒會直接引出第5層真相，最傷感也最暴力的那個，就是那個最刺心的，每次講都會讓人沉默的洞察：工作的終點是空虛，靈性的終點是圓滿。第5層真相也是最殘酷的一層，因為這不是理論，是人生統計學。你去看身邊那些把一生投入在體制裡的前輩、主管、老師、親戚，你就會發現一件非常殘忍的事實：工作的終點往往是空虛，靈性的終點反而是圓滿。多少人一輩子拼成績、拼升遷、拼頭銜、拼地位，到退休那一天，拿着一份謝卡、一份紀念品、一張餐具照片，然後就散了。你有沒有看過那一瞬間，那種突然角色消失的空洞感？那根本不是失業，那是身份被拔掉，因為他不是一個有完整內在的人，他只是一個職位的執行者。公司不會記得一個人幾十年的犧牲，系統只會記得功能是否被取代。而一旦你被系統標記為退場，你就會發現一個極度冰冷的現實：原來我花了一輩子累積的成就，只是一個可被替換的號碼。而大多數人就是在那一刻被擊穿，不是因為沒錢，是因為突然發現自己一輩子都活在外在定義裡，沒有自己的中心。反過來看一個靈性提升的人，他在過程中就開始積累內在的圓滿感，他不依賴頭銜、數字、別人肯定，他知道自己是誰，他知道自己想要的生命體驗是什麼。所以就算他不在系統裡了，他的生命依然是完整的。他不會因為離開職場而失去存在價值，因為他的價值不是靠外在定義，它來自內在的覺知。你看，這差別不是在有沒有工作，是你有沒有在活自己的意識。這就是為什麼靈性越高的人越不想把人生壓在傳統工作結構上，因為他們知道那不是意義的來源，那只是一個交換。而靈魂要的不是交換，靈魂要的是體驗。講直接一點，不是靈性的人懶，是靈性的人不會再同意把生命丟進一個最後只會產出空虛的系統。所以真正的轉折點在這裡，當你意識到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你就會開始想，什麼才是值得我用生命去換的？而這個問題一旦出現，就沒有回頭，因為它會引出下一層最關鍵的意識跳躍。未來的工作不是賺更多錢，而是換回自己的掌控權。這個意識才是下一階段的主線，也就是第6層。人開始不只是工作，他們開始思考，我有沒有更適合自己的能量分配模式？第6層是很多台灣人這2-3年非常明顯的轉向，不是躺平，而是開始認真思考，我到底要把我的能量放在哪裡？因為當一個人看懂傳統工作是能量交換，金錢焦慮是敘事，不是現實，制度是精神圈養，不是自由，價值觀是衝突，不是匹配，終點是空虛，不是圓滿。那接下來這個問題就會自然浮現，那我還要把我寶貴的生命電力灌給一個不是我人生方向的系統嗎？當這個問題一出現，你就會進入一種新的邏輯層次，你不再問怎樣才是正確的人生，你會改問什麼才是對我的人生有感的能量投資。這2個問題只差一點點，但意識層級完全不一樣，前者是社會問句，後者是靈魂問句。而當一個人開始問靈魂問句，他的人生重心就會開始往經驗轉，而不是往評價轉。這種感覺不是逃避工作，而是開始做更高效率的自我資本運用。你有沒有發現，有些人辭職之後反而變強，不是因為他突然變有天分，是因為他不再把自己塞進錯誤的框架。真正強的人從來不是拼命工作的人，真正強的人是把能量放在正確位置的人。這就是為什麼當靈性開始提升，人會瞬間明白，人生最愚蠢的事情不是失敗，而是把努力放在錯誤方向。你認真回想你的身邊，是不是很多人不是不努力，是努力錯地方，努力養別人家的夢，努力撐別人設計好的系統，努力活成社會滿意的樣子。可是靈性升高的人會突然把系統的濾鏡關閉，然後會發現那個最關鍵的事實，人這一輩子能量有限，你把它給誰，人生就變成誰的。而這個意識就是通往第7層的入口。
第7層是什麼？是最讓人震撼的反差。當台灣人開始覺醒，他們發現自己不是被動等待者，他們開始意識到，人生不是選工作方式，人生是在選存在方式。第7層其實就是一句話的意識跳點。當一個人靈性變高，他不是不想賺錢，他是不願意再用錯誤方式賺錢。這差別巨大。以前我們以為賺錢、工作，但當意識提高，你會發現賺錢只是眾多能量回流方式其中一種。有人靠職場，有人靠作品，有人靠系統，有人靠知識轉移，有人靠一技之長，有人靠投資腦袋，有人靠小規模但有粘性的個人品牌。重點不是形式，重點是能不能讓你的生命是屬於你的。這就是為什麼很多靈性提升的人看起來像是忽然不想繼續工作，不是不動，是開始往正確的動移動。台灣這幾年這種狀態越來越明顯，不是每個人都要創業，不是每個人都要當網紅，不是每個人都要斜槓，而是越來越多人知道，我不能把我最寶貴的那一段意識清醒的黃金時段交給一個不屬於我的系統。這叫意識主權，不是離經叛道，而是對人生一種更誠實的負責。所以你看到這裡，要誠實問自己一個問題：你每天做的那一堆事，是人生推進，還是精神消耗？因為真正的覺醒不是找到一句大道理，而是你開始願意把能量往正確方向撥。台灣未來最強大的那群人，不是最努力那群，而是最清醒那群。因為努力可以被複製，清醒沒辦法。而靈性越高的人會先做到一件事：我決定我的意識該放在哪裡，不再被系統牽着走，不再因為別人定義的成功去燃燒自己，不再因為害怕沒錢就犧牲整個人生。到某一天，當你突然發現你不是逃離工作，你是在回收自己的生命力，那一刻你會知道自己終於活回來了。這就是最深的那個答案。靈性越高的人不是不想工作，是他們終於意識到人生不該被工作定義，真正的目標不是賺錢，是活成一個有意識、有存在感、有靈魂厚度的人，這才是終極的贏。